身为现代人的你，应该对图文印表机再也熟悉不过了吧？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出有喷墨印表机、雷射印表机等各种机型。但是你知道 3D 列印机是什么样的机器吗？ 3D 列印机又可以分成哪些种类呢？你有没有想过 3D 列印机是怎么印出食物、心脏，甚至是把汽车、把飞机给列印出来呢？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揭开 3D 列印的神秘面纱吧！走。传统的制造方法，例如 CNC 是减法制造，就好像做木雕一样，把不要的部分削掉，留下我们要的部分。相对于 CNC 的减法制作，3D 列印则是加法原理，就是把原料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来塑造出我们要的形状。郑教授，我这样说的对吗？对，没有错。3D 列印基本上就是一层一层的加法，把它堆叠起来。那基本上它叫做3D 列印，但是它基本上也是类似列印的一种方法。那你知道印表机有几种方法吗？印表机，我突然可以想到的话，就是雷射跟喷墨嘛。没错。那我们是让3D 列印跟印表机的方法是一样，用雷射去烧熔，或者是用喷墨去成型。这两种方法，只不过以前是把这些材料喷在纸上，现在我们把它喷印在一般的塑胶、金属或是陶瓷这样的材料，就可以把一个东西呢慢慢一层一层叠起来。那郑教授，就是像你刚才提到说有不一样的3D 列印机嘛？那如果说我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要印这种鱼，跟印一个汽车的引擎，我们可以用同一个3D 印表机吗？那当然不一样。那像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比较低价，那基本上它的表面也比较粗糙，对，它不需要非常重要的性能。性能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跟价值很有关系。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用比较低价的机器、比较低解析度的机器来做。那你知道飞机的引擎它价值非常高，以前要800多个零件，那现在变成12个零件就可以把它印出来。那用雷射去烧熔，所以这种雷射机要做引擎，当然一台机器就几千万，这么贵？没错。哇，甚至很多根据你需要的产品去选择材料跟成型技术，就能列印出各种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3D 列印机神奇的地方。我想我是没钱可以列印飞机引擎了，那就来试印这只可爱的小鱼咯。哇，我的鱼好像已经好了哦。我现在把它起锅，通常这时候应该要喷一些水蒸气，有没有？我来把它缠起来啊！老师，你看我的鱼好了耶。不过上面怎么没有鱼肉啊？你刚刚自己偷吃掉了，不是吗？我没有偷吃啦。你如果当初有设计的时候，它就会在里面。你设计什么，3D 列就长成什么。哦，老师啊，我在想啊，因为我们刚才这样子，其实花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耶。可是如果没有3D 列印的话，做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要花多久的时间啊？你看这只鱼总共有9个零件，所以它要开9副模具，9副模具需要3个月，需要30万。哇塞，你说一个模就要30万？对，所以9个就要将近300万。你说做一个这个东西要3个月，然后还要花300万，好贵的一个钥匙圈哦。没错，所以传统的方法，它这么多复杂的零件，就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做完。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要卖多少只鱼，才能够把这个钱摊回来。所以3D 列印在少量多样的生产制造上面，它有极大的优势。就是因为这种强大的优势，所以从学术单位到商业领域，全世界都已经如火如荼地加入这场科技潮流。现在就跟着我飞出台湾，来去探索3D 列印机的多样面貌。第一站，我来到苏州昆山，在这个工业重镇，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厉害的3D 列印机吧？但是这些产品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呢？我是来买模型，还是来买乐器？不，我是来这边找3D 列印机的。这边只是他们的展场，在昆山的这家科技公司啊，有许多自行研发的3D 列印机，各种领域需要的3D 列印机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哦。
哎，他在打印什么啊？看不太出来。这个是，这我刚刚打印上的，刚打印上的一个螺杆，这是螺杆、啊，一个螺栓。哇，螺栓，这材质看起来并不像金属哎，难道是新开发的神秘高科技材料吗？这刚刚打出来的一个螺栓。螺栓哎，我们通常对螺栓的感觉就是它应该是金属吧，对不对？不是，这我用的这个我们高性能塑料，就是 PC。哇，看一下它后面有一圈材料，这个材料呢是一根很细长的丝，是1.75直径的线材，然后把这个线材啊融化了，一层层堆积起来。你猜猜看它是干什么用的？不知道，家具。家具啊，对，我们是用它做一个千斤顶，汽车上顶汽车的千斤顶用的。你说顶汽车的千斤顶？对，是的，它的强度非常高。真的假的？哇，可是我们一般想象它应该都是金属吧，所以这个东西的强度不是。够现在呢，材料的发展非常迅速，现在高性能的塑料它跟钢的性能接近，可以跟不锈钢的强度相媲美。所以它大概可以承受多少的重量啊？这根螺栓可以承受大概1吨的重量。1吨的重量？对。所以它千斤顶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那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一个千斤顶，就是这上面的一个。哎，所以它不只是这个螺栓，它全部都是3D 列印的吗？这个千斤顶都是3D 打印出来的，就是用我们这台机器打印的。这么厉害？对。真的假的？厉不厉害？要试过才知道。用3D 列印出来的塑料千斤顶，真的有办法承受车子的重量吗？所以它真的撑得起来哎。我们来试一下。好惊人哦！哎呦，我有感受到这个车子已经开始往上了，好惊人！哎，它动了！是啊，好惊人！它就是一个完全用3D 列印出来的千斤顶哎。对的，每一个零件都是3D 打印出来的，而且是塑料哎，塑料的，太惊人了！所以，赵总，你有在卖这个东西吗？我们不卖这个千斤顶，我们做对外的打印服务。客户新研发出来一个产品，我们帮他打印出来。所以你做这个千斤顶，你只是想要证明说，哎，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耐用的、真实耐用的、坚固的。对，哇，就是打印出来的是功能构件，惊人哦！用塑料进行3D 列印，就能制作出强度媲美金属的成品。这台机器真的让我太惊奇了。接下来要看的，据说是一种近来很常听到，但却很难想象的3D 列印技术。来，你猜猜看，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吗？这看起来很神秘耶。它是印玻璃，对啊，应该是印什么易碎品吧？玻璃。这个呢是我们的3D 细胞打印机。哈？你说它可以印细胞？是的。怎么印啊？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打印平台。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打印的这个工具呢，可以由电机控制。它可以在 X、Y、Z 轴3个方向去运动。然后这个呢是我，所以它的内容，对它的填充物会是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呢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料桶，然后呢就是在我们打印之前，会把我们的材料放到这个料桶中，是一种生物水凝胶。然后呢，这个水凝胶当中可以混入细胞，就是这个细胞打印机的原理所在了。原来是传说中的生物3D 列印机，难不成我可以亲眼目睹人体器官的列印过程了吗？所以你们印出来的东西会是长什么样子啊？我们呢主要是有2类，这一类呢是看像这样网格状的，我们叫它细胞支架，这个是在组织工程里很常见的一种东西，这个就是用水凝胶打出来的，它的作用呢就是类似于给细胞建造一个房子，让它在里面生长。原来我们常听到的生物列印，不是真的把人体器官印出来，而是印出细胞的家。比如印一个耳朵形状的生物容器，让细胞在这个家里面逐渐长成我们需要的模样，再移植进人体。虽然不是直接列印器官，但这项技术依然是一种划时代的发明。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陶瓷打印机啊，这个是正在工作的。能量的话，我们这个激光的话只有0.几个瓦，0.6瓦左右，它就可以固化了。所以0.6瓦是一个不太高的一个。不高，因为如果你要是打印技术，他们那个就很高了，它就几百几千瓦。
哎，这样差很多哎。对，所以这个你手伸进去应该是问题不太大。我看我还是不要好了。那最好不要吧，因为这个还是在冒烟的话，对，相对于这个，你看它冒烟的话，它应该是相对于这个可能是有点高的。徐工，您别闹了。虽然这个紫外线雷射的瓦数不高，但一扫过去，还是可以看到光敏树脂冒出热气跟白烟呢。我想啊，我还是乖乖听解说就好了。基本上什么样的东西会需要用到陶瓷的3D 列印？陶瓷3D 来，它一般对于一些比如说一些个性化定制、结构复杂的，用一般的那些传统的方法很难切割的、很难做的，它就比较适合。尤其是对于那个性化的定制，比如说义齿，每个人的义齿都不一样。义齿哦。对，你每个人的牙齿的结构都不一样嘛，所以你如果想要成批的话，都不可能的。就是这个的话，你只要设计好了，就可以直接打印出来。苏州昆山之旅让我见识了包括镭射烧结、光固化、热熔沉积等各种3D 列印机。那么材料呢？材料也是3D 列印很重要的一环。在上海这边就有一间材料研发大厂，对于3D 列印机的材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那曲总，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在这么多的材料，当你要应用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选择呢？对，这也是很多客户的一个很常见的问题。第一步，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一个设计师，我设计了一款手机，或者我设计了一个玩具，或者我设计了一个车的一个 parts，一个零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看一下他设计的产品最终长什么样子的话，那么最简单的还是用 PLA 这个材料最好，因为它成型速度比较快。另外呢，它不会翘，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你对尺寸的这个准确度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我设计了一个汽车上面的一个零件，我需要这个地方是3厘米，它就是3厘米。那么用 PLA 的话，会最大程度的在这个方面做到准确，而且比较快。但是 PLA 的问题是它不能承重，所以你做出来的零件只能看外形，只能看，对，你只能看看样子，你觉得这个设计是好的，那么它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所以如果你要抢时间，然后你只要先可以看得出外形，你没有要它受力什么的，对 ，PLA 是个不错的选择。PLA 是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说，看客户的产品是什么样的用途，再去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材料。而且这间工厂不但提供各种材质的塑料，最厉害的是他们能针对客户的需求去把材料客制化。我们每个行业对材料的要求都有不同。飞机的主要的要求是要耐火，飞机上如果出现了火灾，然后你的东西要保证不能烧起来，要迅速的把火灭掉。所以，所有飞机上的材料呢，它的要求基本上要达到阻燃级别到 V0 的阻燃级别，这是美国 UL 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专门针对航空公司呢，在 PC 的基础上开发了一个阻燃级的 PC。这款 PC 呢，就是达到了航空的级别。这个目前正在用在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上。3D 列印本身就是因应客制化而生的技术，所以连材料都能因应客人的需求去做调整跟开发。可以说，从前端制造到后端生产，这都是全面客制化的一门技术。在外走了一圈，看到各式各样的印表机。不过在台湾，3D 列印机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在我背后的这家公司啊，有我想要找到的答案。走了。这个人物的模型，还有这看起来很厉害的盖饭。我想这些应该都是3D 列印做的哦。但是这个，嘿 ，Gary 哥啊，这个应该就不是3D 列印了吧？全部都是，全部都是。现在看到桌上的东西都是3D 列印一体成型印出来的。真的假的？连这个也是？都是。这是一个花瓶哎。现在3D 列印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像这样子的精美陶瓷的概念。所以这边的机器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是，都是我们三维国际自己研发、制造、生产的，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哇，那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好，我们看一看。在这一股3D 列印的全球浪潮里，台湾也没有缺席哦。从一般人能使用的桌上型、
精致工艺型到大型的工业印表机，在这里都能找到。而且 Gary 哥还说，他们有一款世界独一无二的3D 列印机，可以让我亲自动手试印哦。我觉得 Gary 哥一定发现了我是个贪吃鬼，所以他给了我一个汉堡，它看起来非常的好吃，我现在要来吃它喽。Gary 哥，你怎么不制止我啦？因为我很想看看有人咬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要吃下去喽！试试看啊！这是我们最新的全彩3D 列印技术印出来的模型汉堡，你可以试试看。所以 Gary 哥，你说这个是全彩的，所以它是一层一层像这样子肉啊，然后菜啊，它不是自己印出来，然后再用胶水粘在一起。事实上它是先经过电脑软体，好，先不管是我扫描一个汉堡，然后或者是我的电脑画出一个汉堡，然后呢再透过最新的全彩3D 列印机一次一体成型，直接印出来的。Gary 哥啊，就是说你说这个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印表机，是，那它的特色在哪里？当然，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这一台全彩的列印机，但是大部分这种消费型的这种技术，大部分都是印到像这样子这种单色、单一颜料、单一颜色的素材。但是呢，我们在这种技术里面加上了我们所熟悉的喷墨的技术，让它可以在一层一层列印的过程之中做到全彩的效果。这个技术目前全世界是目前没有别人有的。这款台湾自主开发的全彩3D 列印机，感觉真的很威耶！重点是它还被称为是最亲民的列印机，原因居然是因为它的价格。因为过去3D 列印要做到全彩的效果都非常非常昂贵，动辄都是数百万台币一台的机器。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机器跟一个新的技术是能够把价钱做到一般消费者、个人创客工作室都可以能够负担的一个价钱。这可不只是单纯的价格战哦，在平易近人的价格之下，看看这些色彩绚丽的成品，列印的品质也是相当的棒。Gary 哥啊，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动的东西了，我可不可以印一个蒙娜丽莎？今天不止你是印蒙娜丽莎，你想要印蒙娜冠豪，我今天也可以帮你印出来。只要有你的照片就可以了。只要有我的照片，我也可以印出这个东西来。是。可是这是立体的耶。是，我们现在只要用我们的特殊的技术，把你的照片合到这个模型上就可以了。哇塞，所以这也算是客制化的一种咯。是，3D 列印的特色就是可以做到高度的客制化。没想到居然还能用全球独家的全彩列印机印制我专属的个人肖像软垫。至于成果如何，嘿嘿，别急，在等待它列印的同时，我们来去看看台湾还研发了什么机台吧。我可不是来抢银行的哦！你看我手上的戒指，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上面没有宝石啦！Gary 哥啊，为什么上面没有宝石？这个是3D 列印的一种应用产品哦，所以这是用3D 列印直接印出来的吗？它事实上是3D 列印印出来的模型，设计师觉得 OK 之后呢，然后拿去翻模制作出来的。哦，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子直接跳来这边直接印就好了？金属3D 列印有这样的技术，当然非常非常的昂贵之外，它的精准度还没有到这种光敏树脂技术的精准度。哦，那依照珠宝工业的需要，他们会需要非常非常高到50 micron 的这种精细度。那这种精细度目前只有这种技术才做得到。所以说这台机器就是专门在用珠宝设计上吗？除了珠宝设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应用，也是需要高度的精密以及客制化的需求，就是牙医或者是医疗相关的应用。牙医？是哦。比如说你手上拿的这个东西，是手术导板。那手术导板其实是牙医师或者是不同科系的医师，他们在做手术之前，要帮病人先把所要，比如说钻孔啊、钉钉的一些孔位先设置好，然后呢，透过3D 列印印出这样子的一个模具导板，那让手术的过程更精准、更执行、更有效率。要求高度精确性的设计工艺跟医疗领域，都能在这里找到符合要求的3D 列印机。但可别以为台湾的3D 列印机研发只限于这样的中小型机台哦。事实上，连工业领域需要的机台，像是利用雷射烧结去列印工业样品的大型3D 列印机，台湾也早就如火如荼的在开发中。
为了深入了解台湾业界的研发甘苦，我又要化身一日工程师来去挖宝喽。陆 Sir， 如果说我要印一个公仔的话，我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以现在外面跟我们这个机器相类似的机器来看，大概印一个10公分的公仔，它需要印10几个小时。哇塞！那我们这个机器的话，大概5个小时，它就可以把它印完。5个小时？是。那不就快很多吗？是的，是的，是的。哇，那你们是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速度变得这么快啊？对，那我们这样子就来讲一下，3D 印表机的原理。3D 就是 XYZ 的维度，对，每一个维度它都必须要能够动，然后才能把一个东西给堆叠出来。那我们在设计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能不能缩短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新的喷头。这是什么？它的宽度就是一个页面的长度，所以我们在列印的过程中，一页我只要走一趟，它就可以印完了。不像一般的印表机，它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Y 轴的动作，它就不用来回跑了。对对对，它不需要来回跑，我只要走过一个 X 轴，我就已经印完一页。所以很快我们就省掉一个走这个 Y 轴的动作。那这个 Y 轴事实上是在我们印表机里面，这个 Y 轴是浪费最久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比别的机器快这么多。而且陆 Sir 说，在改进速度的同时，还要兼顾列印出来的品质。原来要怎么面面俱到的开发一台厉害的3D 列印机，就是工程师所要努力研究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一整锅里面挖出来的木乃伊。对，你看到它事实上就像我们去考古的时候挖出来上面有土的。对，你必须要把这个上面所有的这些粉通通移掉。陆 Sir， 身为一个专业的工程师，你对于台湾3D 列印机的未来发展，你是看好的吗？台湾来讲，我觉得只要有人愿意投入，事实上在台湾发展3D 印表机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因为人才有了，有了需求，市场就会出现。在前面几年，可能大家都认为3D 印表机可能会慢慢没落，其实是因为大家都不晓得这3D 印表机要怎么样去使用。所有的这些需求都是在人们知道说这个机器要怎么用以后，它才会发生。以前大家都不知道，那现在慢慢的经过我们公司这样子推广，我想大概很多学生都已经知道说，3D 印表机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在台湾或者是在全世界，这样的机器会慢慢的越来越普及到一般的人家里面去。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越来越多人了解到3D 列印的优点，让3D 列印的优势帮助我们走向更便利、更不一样的世界。